What's up, guys？ 在拍摄的需求上呢，我们常常需要到处移动拍摄各种各样的主题，比如说 YT 影片啊，或者说商品拍摄。这时候呢，如果有一个很好的携带的灯呢，能够随时把你的包包的备用空间塞进去，就会带着走的灯，这样是对于创作者来讲非常方便。同时呢，这个灯呢要足够亮，能够方便携带，能够有外接电源选项，都不用一直要找插座。这种需求呢，其实我们常常都遇得到。豪华露营超有氛围，可是拍照总是差了点光线。用轻巧细便的 Godox ML100BI， 简单一灯搞定美丽人像打光，搭配 Godox 柔光罩，还原自然柔光，让帐篷内的照片宛如大片。在萤火区 ，Godox 摄影灯完美搭配自然光源，营造氛围感满分的美照。我好喜欢那盏灯打在我脸上。神牛摄影灯让你随时随地捕捉完美瞬间。像这样子，对于便携性、它的瓦数出力，甚至它的操作便利性等等这些综合需求，我就发现最近有一个很好用的产品，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Godox 所新出的 ML100BI。我们日常如果想要拍出比较好看的画面的时候，都摆脱不了对于光线的要求。如果是自然光的话，它通常会有一些要依照时间，比如说日升月落，甚至是哪一个角度的自然光比较漂亮等等，都会带给我们些许的压力跟不便。这时候呢，如果有一款非常容易携带，能够放进你包包，随时拿出来，而且它的瓦数又蛮高的，操作上也很便利，可以用手机遥控。这些产品呢，是不是听起来很吸引人呢？而最近 ML100BI 这款由 Godox 所推出的持续灯呢，其实就有切中一些我们的需求点哦。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几个非常强大的优势。包装盒看起来不大，可是呢，里面内容物相当丰富呢。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说明书，非常良好的保护层。接着就马上就看到了灯的本体。灯钮全新推出便携 LED 摄影灯 ML100BI， 机身方正而薄，底部设有1/4螺丝孔，兼容市面上绝大多数三脚架。ML100BI 支持 Godox Light App 无线控制，具备2种模式：双色温和11类 FX 场景光效模式，适用于户外直播、室内直播、视频拍摄等场景，非常有趣。就像方块造型、白色机身以及铝面的一些材质点缀，整体呢非常精致，它很容易就可以塞进你的包包里面。只要相机包有个小空间，放进去就会带着走咯。而且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法奈尔透镜结构柔光罩，质感也非常好，它是 ML15， 依照不同角度呢，它有不同的法奈尔滤镜可以做切换。由于它中间是法奈尔的滤镜结构呢，所以它可以将光线稍微有点集中，但是有点柔和，中间亮度增强的效果。我们如果在白天户外想要用 ML100BI 来补光也是可行的，但是要搭配这一款增光的法奈尔滤镜，就可以让光线投射得远一点点哦。关节、室内电源线、室内变压器，这样子呢就可以在有电源供应的情况下，获得非常良好的100瓦稳定的输出。而它的关节安装也很方便，它有限位器，装上去之后呢，它就会固定，不会自己旋转，这样会相对稳固很多。关节它上面有个闪孔，可以如果你要放反射伞、透射伞都是可行的。这样子。巴掌大小，安装它的法奈尔滤镜也很简单，只要掀开保护盖，它的卡口的卡榫插刀式的按下去之后，直接像装镜头方式一样，一卡就定位，可以兼容 Godox 它的专属的柔光配件。那我们可以从这一款法奈尔滤镜呢切换成 Godox ML-CS13 这款柔光球。非常可爱的柔光球 ML-SF15 便携性折叠的8角柔光罩，这样呢就可以透过不同的柔光变光器材呢，现在提供给我们不同的光线效果咯。对于拍摄的移动性有很高的需求的话，不方便带这么大的变光器材，即便是已经非常小巧了，可是你还希望更小、更轻便的柔光效果的话呢，它也有可爱的细胶柔光球。像这细胶柔光球，我们只要将它折叠 pop 出来，非常小巧可爱。放上转接环，插进转接环之后，就可以轻松安装在 ML100BI 上面咯。Look at that， 这样就便携的柔光球，尺寸呢当然会跟我们的 ML-CS13 比较起来小了1号。不过呢，你拍完之后马上折起来就可以带走咯。当然拍摄上呢，如果你可以准备2支 ML100BI 的话，就可以充分的运用不同的主光 Key Light 跟辅光 Kick Light， 这样子互相搭配，呈现出非常漂亮的光照的调节效果。第二支灯呢，你可以考虑它的兄弟，就是
Godox ML16、ML60 Mark II BI， 它们两个都一样是双色温，所以我们后面看到 BI 这个字样。ML16 Mark II 呢，它造型很可爱哦。我们刚才说100 BI 是个方块灯，但是16也是一样标准可爱版的，几乎只是跟接环一样大的一个方块，可爱的 Cube 造型。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接环大小呢都是一样的，所以它的配件呢通通可以共用，搭配不同的照明的角度，以及搭配不同照明的变光器材，来达到不同的光照的组合效果。这两款都是一样的设计风格语言，因此搭配起来在室内摆设上也非常好看呢。看到基本上它都充满了散热孔，所以不能够在户外下雨的时候使用哦。但 ML16 拿起来会更加轻一点，因为它几乎是全塑胶的组合吧。然后它的所有的操控按键呢都是直觉旋钮外露，以及搭配萤幕使用。动动。而 ML100呢，它就比较有金属成分，比较有分量一点点，同时它可以透过组合键跟旋钮以及萤幕来做操控。但这两款呢都支援了手机直接控制。ML16 呢，它的包装内有附带一个非常棒的细心包，帮你做好分类的隔间，可以让你放室内的 AC 电源，还有灯座的关节，这跟 ML100都是一样的，它也有限位器，因此我们组装上去的时候，一旦锁好就不会再旋转滑动咯。卡口呢可以让我们切换各式各样的电光器材，这个标准罩，然后造型也是很可爱。标准罩可以让你的光效有效的反射在一个适当的半径里面。Right， 这是这两款灯的初始模样，搭配不同变光器材呢，就有千变万化的组合咯。两个手感都相当好呢，可以感觉到 ML100稍微重手一点点，毕竟它的瓦数100瓦。但这么轻便体积呢，如果还要到处找室内插座的话，就有点不方便了，是吗？我们可以推荐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小器材，就是 Lead to Photo 的电源手把。这电源手把呢非常轻便，Type C、PD In Out 非常方便使用电源，同时带有 AC 的输出，体积重量也相当的小巧。作为 ML100 BI 甚至 ML60 Mark II BI 直接供电来源哦。让我们的这两款灯呢都可以全瓦数输出。安装呢也很简单，我们只要将灯的活动关节跟行动电源组合在一起之后，我们再打开这款电池手把的开关之后，4个满电的状态就可以开启电源供电咯。Whoops， 现在才1%就非常明亮。Right， 这是标准罩，标准罩呢它就可以将光线用一个聚光投送方式，边线是柔和的，但是中央亮度增强的效果。旋钮按下去之后就可以调色温，我们现在是最白的冷光6500K， 可以调成暖光。暖光它的色温可以低到2800K， 每100K 为刻度呢6500K， 因此我可以涵盖日常的白色还原的日光色温，以及钨丝灯或者是夕阳的那种暖黄光线，都可以简单的操作。在这么低亮度下呢，用1%就已经非常亮。在白天下，你想要强光输出的话，你可以调到现在是58%、59%、60% 就已经将室内一切都曝光过度了，非常的亮。如果到100呢，就可以明显的将整个墙壁、整个空间照亮、洗白。因此，如果你的光照环境呢，在室内的可控范围内呢，其实100瓦它输出非常强大的，通过它机背的按键来做开关机。Very nice。当我们架好放到远处灯架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手机蓝牙做连线哦。逻辑呢一模一样，我们只要将电子手把插上电源，调亮度调到0、1%。往上，其实60瓦在室内低照度下也是非常强大的。点按之后呢，它可以切换成 Mode， 可以模拟一些特殊的光效，比如说萤火啊、星光啊、警笛啊等等这些光效。这两只 Top 灯呢都有具备这样的功能。然后另外一个 F 按钮呢，我们就可以拿来做色温调整，最低到2800K， 一样，它可以到
6500K 白光跟黄光之间的切换。双身份调整呢，对于我们要拍摄环境灵活多变的室内、室外啊，或者是各种不同光效下，能够调整时候是最方便的。它的开关简洁明了，只要一个拨杆。如果习惯拨杆的话，或许 ML16 呢更加符合你高效操作的需求。我们现在展示一下它每个柔光罩效果。现在是 ML16 Mark II BI， 它使用它的内部的标准罩所照明效果。看到它整体的光呢是硬光，同时呢边缘有带一点模糊渐层，那就是标准罩的特色。它可以将光线集中，然后直接硬光输出，这样可以很好的模拟太阳光照射物体的质感，看它影子啊、阴影过渡的情形。Right， 我们现在更换的光线造型工具，我们使用小型柔光球。我们看到柔光球它发光范围呢是360度，将整个场景均匀的照亮，同时呢也照亮主体跟背景。可以看到明显的柔光球的效果呢会明亮许多。可是它光线呢就不像标准罩那么集中，它的光效它的光的照度呢也会被减弱。小柔光球效果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有没有感觉它柔和许多呢？ Right， 我们现在换成一个大的柔光球，会比较常在 YouTube 的影像制作中看到。如果要拍一个 talking hand， 比如说要对镜头讲话，通常主照明呢，通常不是八角罩，就是一个柔光球了。柔光球越大尺寸当然越柔，这个明显比刚才小型柔光球柔一点吧。同时呢，它的装配也很容易，也很轻量方便，光线的柔和过渡也相当吸引人吧。只要我们掌握到，你只要光源越大，比如说光源靠近人，或者是光源的发散的面积越大，光线就越柔和哦。来，我们现在就换一个八角罩了。八角罩呢，通常是我拍摄人像说最爱的束光工具之一，可以很稳定的将光线往前照，同时呢又保持非常柔和光线。它兼具了柔光球柔和的效果，以及我们的标准罩，它可以有一点点聚光效果。因此我们看到人物明显的柔和照明之后，它的光线没有溢散到太多到四周背景去，毕竟。我们看看它物理上，它就已经限制它发光面往前，不会溢散到照明平面以外的四周。在我拍摄时尚照片的生涯中呢，我最喜欢的是八角罩加上它的网格 Grade， 加上 Grade 之后呢，它可以让光线更加的往前集中，背景呢也不会被杂光所照明哦。我们再看一下加上网格效果吧。简单的将这些网格粘到八角罩的8个边上，简而言之，它就可以创造出更加兼具柔和跟高反差特质的影像，看到亮面一样非常柔和，可是暗面跟背景就变得更深了呢。这是我对于时尚影像最低线的要求，就是要一种柔和但是又很酷、很 pop out， 可是又带一点 soft 的 tone。当然，很多情境下呢，一盏灯是必须的，可是呢，2盏灯才能够真正展开你说故事、想要对影像形塑的能力。这时候。双灯搭配就是绝佳组合咯。我们马上为各位来示范一下2盏灯，它能够拍出来更加绝妙的效果。如果你要使用第2盏灯的时候，你会想说，带2盏灯2个插座的需求很麻烦，对不对？这时候电源手把是派上用场咯。你可以试着将灯解放，不用依赖电源线的，来个电源手把吧。第2盏灯放哪里呢？如果第1盏灯你放在，比如说在我们人物的右边前面的话，通常以 BBC专业影像制作标准而言，他们2灯的标准摆法就是对角线，前面45度灯，后面45灯的夹光效果可以尽显光线立体的效果，同时又非常简单的设置，不会产生违和感。我们现在马上来示范一下吧。这就是我们2盏灯基础用法，简单高效。主灯柔光，但是同时又有点聚焦的光线，就是使用八角罩加网格，将光线往主体送，不会发散到四周。同时暗面比较明显的阴影，我们用1盏灯，第2支灯，你可以使用 M100BI， 甚至是一样 16BI， 或是2者交换都可以，只要有1盏灯从后方传送一点点勾边，这时候整个画面既呈现了柔和高反差，同时又有跟背景的深度差，那种轮廓凸显的感觉，基本上就是我在拍摄基本的肖像啊、时尚照片的第一个设置。那除了使用八角罩光之外呢，如果想要呈现比较柔和均匀照明，使用柔光球在 YouTube 拍摄的话呢，你可以透过柔光球来获得更加均匀的照明。而且第2盏灯呢，同时也可以更换其他的配片组合，比如说我们可以2个柔光球来看看吧。担心太过 harsh 的 line 不符合你的口味，别想太多阴影化。简单的，我们将2支灯的比例变换一下，2支灯照度均匀一点，
同时呢，都采用柔光球，会获得非常均匀的照明哦。各位这样子不觉得喜欢吗？双灯在左右互相的均匀的补光，最大化的去清除掉多余的影子的效果。Right， 如果想要拍摄美人、想拍摄美女，想要更加 attractive 的照明的话，我们可以使用一个非常美的 Beauty Light 设定，将2个最柔的光线，我们上面是使用 ML16BI 加大柔光球，下面是 ML100BI 加上小的柔光球，2个跟镜头的轴线对齐上下，这样子呢，提供上方正面的均匀的美人光照明，以及下方的填充阴影照明，来呈现出非常均匀的皮肤质感。如果你要拍像是美妆广告啊，或者是想要单纯的有个柔肤需求的话，这样的设计会带给你接近韩式证件照那样美美的效果哦。藉由这样子上下均匀的照明，当然上方呢照明给多一点照度多一点的话，我们上方整体立体部位被照明之外，产生点影子，影子部分呢就由下方的柔光球来做填充，就可以获得精美的肖像质感。这次户外录音感拍摄的曝光呢，分别使用了2支 Godox 的 SL150 True 以及新的 Godox ML60 True BI 以及 ML100BI 这2支新的辨析的灯，而这2支灯呢，在这场景中分别发挥了环境光之外的重点光的塑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现场呢，如果是使用 SL150 True 曝光是这样的情形，分别加入了60BI 之后呢，用光线重点描绘了美食的造型，以及呢加入了100BI， 可以对人的脸部补出温暖的露营的光线，使用萤火特效本身的色温温暖感觉呢，更加吸引人哦。我们露营组这位是我们时刻摄影编辑Shanna，这位是我们时刻内容编辑 Caitlin。天哪，你们这边怎么那么冷？你们看到我穿无袖欸。这次拍摄呢，使用 SL150 True 2盏跟八角罩做基础照明，以及搭配了 ML SF50 的八角罩作为中间补光。在上方呢，更使用 ML100BI 搭配灯笼罩来做重点的光效强调。在灯光架设屋顶啊，或者是高处的时候，使用蓝牙连线的方式，就可以轻松的远端遥控。OK， 那我们欢迎今天火星组的嘉宾，难搞的双子座 Vivi 也又来了。好，在这个 shots 呢，我使用2个八角罩，以及使用了 Godox 小灯，来看看拍摄怎样吧。突然怀念起台湾的牛肉面的时候呢，这时候来上一碗。Right， 其实光线的变化非常多，千变万化，单纯看你的直觉想要凸显哪个重点，同时呢要平衡哪些过深的阴影，来制造出吸引人，让观众的视线呢可以从亮处慢慢观察到你影像分布的暗处，在视觉的平衡中找到观者想要欣赏的美好重点。这些呢都可以透过不同灯具的使用获得有趣的效果。这么好用的束光工具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运用，创造出更加 amazing 的影像。甚至你想要日常家居多一点不同的照明，可以直接把这些灯小小的精美的白色质感的放进你的室内居家环境中，也是不错的哦。希望这期影片对大家有帮助，可以多玩点灯光，制造出你自己的影像吧。Right，see you，bye。